iPhone 16正常灾情吗？那到底总共有什么状况？同时，网络上也陆续的传出灾情，新机才刚到手，3颗镜头就有2颗有伤，刚开机就遇到这状况。很多人提到这次 iPhone 16到底销量如何，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讨论这一部分。聊评天，那很多观众可能都已经收到他们的手上 iPhone 16，那我们自己买的在上周已经到手了，评测已经上线。那同时我们发现呢，有很多观众还在观望是否要购买。这个周末有非常多的新闻出来，提到不论是它的销量啊，或者它的灾情。那我们同时间也在关注国外论坛上面的说法，看看这些灾情的讲法是不是真的有一致性，还是只是少数量的人有碰到。那我们今天就会一起讨论我们所有看到的灾情，还有如果你真的不幸碰到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同时呢，我们也会开放留言区，让大家可以自己回报自己的状况，看其他观众是否有碰到相似的情况啊，那他们处理的方式，大家可以一起留言讨论。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销售量，还有在我们目前各国看到的状况是如何。那么直接开始吧。那首先在灾情的部分呢，我们自己本身是手上的机器都没有碰到。那在观众回报的部分，其实也算非常的少数。那大致上我们把它整理成以下几项。那第一个灾情就是很多人提到说在画面中死档，那这就是他们已经进入使用画面，可能已经开机，或者可能已经转移完手机后，但是突然这个手机就会整体没有反应啊，你按键也没有办法，滑动荧幕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那我们研究起来呢，看起来比较像是 iOS 8本身的问题，因为看起来在它整个软体的界面上对操作没有反应。其实，在我们 iPhone 16到货的前一天呢，我们有朋友来我们工作室参观，那当天当下他们手上使用的 iPhone 16 Pro Max 就也碰到一模一样的状况。那同时呢，很多人是从旧手机换上来，所以呢，这个新式的手机他们如何强制重开机的方式，他们也不一定清楚。那其实当天我们就是帮朋友这样强制重开机之后，手机就没有问题了。那你要做的话，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你按一下音量键的上键放开，下键放开，然后再压着这个开关键不要放，然后直到整个画面变黑之后，看到苹果 logo 出现，再把这个按键放开，这样就可以强制重开机。那我们有很多观众回报的状况，也是用这种方式去强制重开机之后就没事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很多人即使在旧的机型更新到 iOS 8之后，都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归咎于这个软体有问题，这个看起来跟本身硬体组装的品质没有直接的关系。那第二点呢，就是转移手机出现问题，在新手机收到的时候，他们要从旧手机转移过去，一直失败或是卡顿非常久，有人说2个小时、4个小时，有人甚至卡了24小时还没有转移完。其实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问题在去年或是前年也都有发生过，就是一开始新机数量的人很多，那大家同时要做的新机转移的时候，那在这个转移的过程，新手机要开始，它会有一个认证的流程，那可能在苹果那一端同时有太多的机器同时在跑，一次来的量太大后就会卡比较久一点。那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自己尝试上发现啊，碰到这种状况的人，他们如果使用的是 iCloud 来转移的话，基本上碰到这个状况的几率会降低很多。那我记得去年有人在讨论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实际用我手上的手机来测试，就是直接用手机转移跟用 iCloud 转移，那也真的 iCloud 转移的速度快了很多。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目前至少说你在新机这个期间来讲，比较建议转移新机的方式。那有很多人会问我说iCloud 本身它空间不足怎么办？那其实呢，苹果在新机转移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暂存的容量，就是说即使你买的 iCloud 的容量不足，或者说已经用满了，那在这段时间呢，你在转移新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多余的容量一段时间让你可以成功的转移新机过去。那相关的资讯啊，还有流程，我们会把苹果官方的这个公布的消息放在下方，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那第三点，我们听到就是相机黑画面的地方，那甚至有人说在拍摄的时候碰到一些杂点的问题。那黑画面的状况，我们那天其实在外面有碰到过一次。那说真的，其实 iPhone 15 Pro Max 这一年下来也多少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那有时是在开相机画面的时候黑画面，有时候是拍完之后发现拍到的照片是黑画面，但这个几率都还是算非常的低。那同时它不是一个可以每一张照片都去复制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提到国外有论坛提到拍到杂点的问题，它也只是在单一一张照片，并不是每一张照片。那如果是硬体感光元件上面的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复制，不断复制，每一张照片都会是拍到这样的状况。那加上呢，在不同新旧机型上都有碰到，所以我们认为不太会是硬体上面的问题。而且其实这些状况跟近几年每一年 iPhone 在发表上市的时候都大同小异。那我们会归咎于新 iOS 上线，其实它初期的问题就会稍微多一点。大家记不记得 iPhone 12刚上市的时候有狂砍后台的问题？ iPhone 13呢，因为它的 Face ID 缩小嘛，所以整个演算法改变。有人在抱怨说，一开始设定 Face ID 的时候常常不成功。那 iPhone 14动态岛的这个初期也有这个动态岛的动画卡顿啊，或是它字体不吻合，整个动态岛的界面跑掉。那其实这个状况在初期的时候都会碰到。那我们自己本身会注意到到底是不是灾情的，我们会比较偏向在硬体的层面，因为硬体的层面是比较难处理的，可能你真的需要把手机送回去。但是如果是软体的层面，你在我们上
上述讲的这些方式，不管是强制重开机啊，或是用 iCloud 的方式转移，如果事后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比较代表说你碰到的问题应该是软体的层面。但硬体层面的话，就是它可以一直去复制，就像我刚刚讲的，相机黑画面是每一张照片都拍出问题。那或者国外有网友碰到，就是他开机的画面常常整个荧幕会乱跳动，闪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些感觉起来比较像是硬体层面的问题。那如果你碰到是这个方面部分的话，而且如果你已经测试过上次强制重开机的方式也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我们就建议你直接拿回去官方授权的这个经销商啊，或者直营店去跟他们预约，说看到你手机碰到的问题，那可能去做更换，那或者是退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有碰到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回报、想要分享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好，那下一点我们讲到很多人说的销售量的问题，那其实真的很难去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看到新闻说有经销商他们已经给出某些机型特定的优惠，那同时又看到直营店还是大排长龙，那取货的人络绎不绝。那所以我们就先以台湾官网上面来做分析啦。在台湾这边目前看到 Pro 系列的网购等待的周期是3到4周，但现场取货要看型号，有一些可以当天取货，有些人也回报说会突然刷到他们要的颜色跟型号跟容量。那在数字系列在官网购买的话是等7到10天后，那现场取货的话选择还算非常多，也都有现货。那同时我们也随机问了一些经销商啦，那目前的状况听起来都还算稳定，但他们也说不能保证随时会有什么变动，就是说你现在打给他跟你说他有现货的话，你可能就要快点去拿，或者是他们会跟你说现在没有，可能隔天就有办法调一支给你。那这是我们目前在这些小卖店啊，或是手机行经销商看到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分析一下国外的状况。那目前在美国的官网很多地方 Pro 系列都还可以直接找到各种容量当天取货，尤其如果你在的地方是大城市的周围的话，直营店的货量都还算非常的充足。不过如果你是网购的话，目前也是显示3到4周10月中到10月底左右。数字系列的话，很多地方看到也都是当天可以现场取货，网购的话大约是1到2周的时间，但数字系列本来就是这样，这个预料之内。那其实美国很多的销售的来源是来自他们的电信商，像是 Verizon 啊、AT&T， 就像台湾的中华电信、远传这些等等。那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的供货量也算是非常的充足。下一步我们看欧洲的部分，我们看英国跟西班牙的状况啦。那其实跟美国非常类似 ，Pro 系列也是3到4周现场取货，蛮多型号都有。那数字系列一样7到10天，但是现场取货也都有可以选。那同时我们也问欧洲当地朋友这些电信商的状况，他们说目前的货源算是充足，那一样提供这个你跟他签约去减价的优惠，可以买现货。那对比去年的状况的话，他是等到11月才买到。那另外我们发现很多观众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心态上面或者在今年这个购机的看法上面，他们觉得说他们会先观望。大致上看到以下2个原因。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觉得好像去年 iPhone 15上市的时候稍微问题多一点，那所以他们不想要冲第一批，他们想先看大家就实际买上手这些评测之后大家的评论怎么样啊，碰到的状况怎么样，灾情多不多，再来做这决定，所以算是比较理性消费啦。那下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 iPhone 16上市前，有人在传说这是过渡版 iPhone 17才是大更新啊，然后处理器的部分，目前台积电开始量产2奈米的处理器，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会不会用在 iPhone 17某个型号上面。那当然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无法证实但是这个多少会让人觉得说，或许我现在手机还可以，就没有要急着在这一代更换。那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我的看法。我觉得其实首先讲灾情的部分，目前看到我刚刚讲的几乎都偏向软体面，然后加上我们手上的机型都没有碰到状况，观众的回报当然每一年都会有，但我觉得今年的数量其实算是少非常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不太真的认为说今年的 iPhone 16有很明显的灾情状况，或者说它是一个很大量的问题。发热的状况我们也是第一天就有上手实测嘛，那我们也证实说它的情况其实比去年比较起来是好很多。那另外呢，这部分我就保留到最后再讲，因为我不想在前面讲，就是有一个假消息或者说一个新闻在传闻，他们在带风向说把国外这个 BB Code 的事件跟 iPhone 来做连接。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无谓的指控，而且完全应该就是带风向的假消息。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宣传这个部分。那至于销量的部分，我只以目前的状况来分析，整体看起来的话，货量都还算充足，不管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那当然啦，这个跟今年他们一开始就有说他们备货量会更充足，对比去年可能增加10% 的备货量，或许也有关系。那还有刚刚讲到这个理性消费族群可能先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面向可能都会去影响到。那同时有些人会以这个黄牛价吵架的周期跟它加价的这个数目来去看说，对比每一年到底它的销量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很精准的去判断，因为如果说今年的供货量就是比去年多那么多的话，那自然我觉得这个对于抑制黄牛吵架也一样会有实质的效果，所以其实算是比较正面的。那我们以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个数据面来看啦，我们就只能以网络上讨论的这个声量、这关键字搜寻量这些部分来做分析我们以网络声量的热门度来看啦，今年在 iPhone 16对比去年 iPhone 15在新机的讨论度上面全球来讲降低了11%，那在台湾呢降低25%，在日本降低27%，在美国降低16%，在中国降低18%，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全球性的，可能对今年来讲它讨论度对比
去年 iPhone 15是低的大概10到30% 左右。那最近一次 iPhone 的热度高于去年 iPhone 15的时候，就是在 iPhone 12。那这个可以理解，因为 iPhone 12是一个大改款，多了很多不同的机型，但讨论度自然也会比较高。那我们也会一直观察下去，就是说看这一次 iPhone 16到底说，是不是因为长期来讲，可能一开始大家理性消费不会一开始去冲这个讨论度，但是可能长期来讲，大家看到稳定之后，讨论度会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声量。那这样可能长时间平均起来，也不一定说要像去年 iPhone 15一样冲到那么高才代表它的销量好。那当然最终确切数字这个还要等这一季结束，然后苹果的财报啊，或者其他人有更多的分析数据，我们才会知道。那以上我们只能以目前这些数据啊，看到的这个供货状况，还有讨论的热度这些数据来做分析。最后当然就是你们大家自己怎么看，或者你们可能有在经销商，有人也在直营店上班，你们对今年的供货状况啊，这个销量，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也欢迎在下面可以跟大家一起提出来分析讨论。OK， 好，那我们今天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那 iPhone 相关的测试我们也会持续做下去。那我们影片已经上线了，现在第一天刚上手的，那或是在来的1周之后，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跟其他的机型比较，我们也会持续拍这些测试影片给大家看。OK， 今天就先这样咯，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